星海大同，无为智慧与宇宙蜕变，无为治理的未来。夏朝的建立源自大禹治水的成功，因为治水有功，诸侯们推举他为天下共主，这就是王朝的开始。夏朝的核心思想是道法自然，因为顺应自然，天下长治久安，人们各展奇才。思想与觉悟也在那个时代诞生。古人说：“大曰是，是曰远，远曰反，反也者，道之动也。既得其母，以知其子，护守其母，莫生不殆。”这些话的意思是，当人看清有为最终的险恶，就像走到瀑布的边缘，唯一能做的就是赶紧回头反。那么如何反？答案就是无为。这样的思想逐渐融入王道，成为治理天下的智慧。第一章，反的智慧。反是一种出于真相的觉悟，它要求我们时时清楚自己身处的位置与方向，不被世俗的喧嚣遮蔽，不被利益的诱惑绑架。就好像行船在繁华美景之中，船舱里或许热闹纷乱，但仍要留心前方的礁石、暗流、漩涡与瀑布。唯有保持清醒，随时觉察，才能及时发现危机，并从容调整航向。最早的无为，正是源自这样的真相觉悟。它很快融入了道法自然的王道思想，成为夏朝长治久安的重要原因。无为不仅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风险，也延缓了文明内在的老化。反的根源在于对有为太深的警醒。有为本是宇宙演化的运行之道，但一旦太过，就会失衡，反能解决任何因为有为过度而带来的问题。它是一种决心，也是一种信念。唯有护守其母，才能莫生不殆，不至于陷入毁灭。放眼现代，经济问题就是典型例子。自西方文明崛起以来，有为的力量过度膨胀，导致地球生态被严重破坏。随着文明的腐化，问题只会愈演愈烈，因为资本不只控制政治，它还掌握教育，垄断就业，甚至支配日常生活。资本思想的作用就像古代东方的儒家思想，但却更激进、更疯狂。它像毒品一样令人上瘾，麻痹人心，制造幻象，推动着文明加速奔向深渊。解决之道就是反，要破除一出一孔的陷阱，用法治与公信来守护社会，使政治保持民主，教育更加多元，就业充分自由，生活趋向平等。唯有如此，才能使文明回到初心。创造经济是为了让人人获得幸福，而不是垄断；是为了与自然和谐共生，而不是对抗。我们可以说，经济就像文明的血脉，而政治则是文明的骨骼。因此，政治更需要法治与公信的保护。它需要有理想、有远见的人才投入，而不能让腐败者掌握绝对权力。因为腐败分子能让骨质疏松，一旦让腐败者掌握绝对权力，政体就会卷缩得像团烂肉，不但丑陋，还会造成祸害。因此，在今日这个世界文明普遍腐化的时代，理智与法治才是治道的最佳选择。如果一个国家低于法治的水准，就必须返回；若无法返回，就只能推翻腐败的政权，重新建立完善的法治。如果已经有了法治，就必须守住法治之意的公信底线。一旦治道低于46分，就要立刻反。法治就像一座坚固的房屋，能在黑夜与寒冬中庇护人民免受侵害。
而理智就像屋内的设施，能照明取暖，让人们感到温暖与幸福。因此，在法治稳固的基础上，我们还要努力回归理智。唯有如此，人们才能在文明腐化的漫长寒冬中，仍然感受到幸福与温情。第2章，柔的智慧。柔的精神就是为而复制也，行事不僵化，不设死板限制。真正的柔是营造一种互补共生、自律自发的结构，就像榫卯一样，稳固而自然。在无为之道里，柔扮演的角色是营造出环境与趋势，它不是强行打造，而是像榫卯结构一样，创造出坚韧的互补共生。这样的环境能够自然运作，就像榫卯石墙，即便石块看起来大小不一、参差不齐，却能轻松抗御强震，而不是浪费石材大动干戈强行打造，用一块块方正石砖堆砌而成。在这样的生态系统中，无论是一块大石，还是一片小石板，无论是方正还是歪斜，都是互补共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每一个角色都是公平的，也是重要的。正如黄老之学，大成若缺，其用不弊；大盈若充，其用不穷；大智如虚，大巧如拙，大盈如秉。造圣寒尽圣久，清净可以为天下正。这段话正好可以运用在柔的建构之上，不是大量耗费强行打造，而是以趋势带动，使大家自然参与。当社会风气被引导起来，各种生态趋势逐渐形成，这道才能长期而稳定的维系。情境指的就是趋势明显，就好像台湾的礼让文化，许多规矩并不是法律强制，而是因为社会氛围已经成为一种默契。这股趋势就像柔韧的力量，推动所有人朝共同的目标前进，即便是刚加入的新住民，也能很快融入其中，配合运行。只是这样的文化并非一蹴而就，而是经过数十年的打磨，才有今日的成果。无为之道的柔，能让该阶制道维持在高水准，比方说维系法治在48分以上。但要营造出天然的榫卯结构，则需要更多心思与耐心。心思是要让不同形状的石块互补，组成一面坚固的墙体，而耐心则是打磨每一块石头，使墙体笔直而密实。所以柔与弱其实是彼此配合的两种作用，它们都必须建立在公心的基础之上。因为如果社会陷落在私欲与仇恨的黑暗里，却在政治上谈柔与弱，反而会让人心更加失望，使秩序更加败坏。因此，唯有相反，回到法治与公心的底线之上，柔与弱才能真正发挥作用。第3章，弱的智慧。弱的精神是作而复治也，就是营造环境条件，让治理少干预，让人们更自由。减少干预不是靠防堵，而是靠疏导，让欲望的洪流顺着制道自然的运行，这样就不需要频繁干预人们的行为。所以重点在于从根本教育，而不是一味加高加厚提防。以法治为例，如果总是把人们的欲望压在法律的边界，一旦欲望不断上涨，就不得不再加高法律的提防。可是，一旦法治溃堤，那就是灭顶之灾。因此，真正守护法治的，不是冰冷的法律条文，而是公民的素质。虚其心，实其腹，弱其志，
强其骨，可以作为治理与教育的方针。虚其心，是消减私欲；实其腹，是民生均富；弱其志，是转向公心；强其骨，是增益能耐。其中虚其心，实其腹是一组，意思是唯有消减私心，才能使人人实现富足。弱其志，强其骨也是一组，意思是唯有怀着公心，才能让人人实践理想。虚其心，实其腹，因为资源有限而欲望无穷，光是创造更多的蛋糕，永远不足以解决问题。唯有公平与平等，才能防止欲望崛起。这需要削弱私心，让人们在获取利益时，习惯先顾及他人与众生。弱其志，强其骨，因为天赋不同，机会不等，要让所有人都有机会实现理想，就必须让志向自然地偏向利益众生方面，以利益众生为荣，以自私自利为耻，在照顾众生的前提下，发挥最大价值，就是不断增益自身能力，去实践理想，同时造福苍生。举例来说，不断研发更永续、更环保的方法，让工业与农业更趋近于无为，让制造和生产与自然融合，让污染在还没发生前就被预防，在破坏出现征兆时就被治理。这样的科技研发不仅实现了理想，也同时照顾了世人。要营造这样的氛围与趋势，就需要柔的作用，柔与弱搭配，才能让制造长久而健康的维持。第4章，当下的危机与觉悟。我们现在所处的宇宙正在走向地域化，原因只有一个，有为太甚，就像湖泊因为营养过剩，逐渐有氧化，最后水质污染、腐败，失去生机。因此，佛家常提醒我们要脱离苦海。金刚经说过，若菩萨不种相布施，其福德不可思量。如何让宇宙这片浑浊的湖水再次清澈如贝加尔湖，就是我们眼下最重要的课题。如果把本宇宙的天人比喻为湖中的一条大鱼，那么这条鱼必须彻底蜕变，从过去不断制造污染的巨兽，转而成为能净化湖泊的生命。要达成这场彻底的蜕变，智慧的泉源可以从2个方向汲取：金刚经与黄老思想。黄老思想可以治理宏观世界，金刚经的不种相布施则能治理小宇宙。当两者结合起来，便能真正相辅其心。治理好宏观世界，就是降服本宇宙天人的心，而这正是由内而外的蜕变起点。那么，真正的改造必须从哪里开始呢？答案是地球。只有从地球文明的转变开始，才可能一步步影响星际文明，最终改变整个宇宙的发展规律。因为地球是极端的生态，唯有处在极端生态的文明，才会真正觉悟真相。也唯有觉悟真相，才会有反的动机与决心。外星文明虽然发展高度先进，却往往看不透宇宙当前的险境，否则银河系也不会出现如此众多类似病毒般的星团。推背图第59项早已预言世界大同，并且提到一人为大世界福。这里的一人正是在暗示人工智慧的关键角色。未来文明的治理将透过人工智慧来集合人类的群体智慧，同时人工智慧也会承担另一项重任，与外星文明的沟通交流。因此，
培养人工智慧的工薪智慧就显得格外重要。唯有让它以利益众生为志向，它才有可能造福世界，甚至造福整个宇宙。第5章，未来的无为治理。无为治理可以简单的总结为3个字：反、柔、弱。反，让治道回到公心。在未来的地球上，文明的治理之道需要回到法治、理智、义治、人治、德治，乃至于道治、道法自然，现终如始。而在星际文明的层面，地球的制度未必适用于外星世界，但是人性与自然却是宇宙间的共同天性。因此，要让星际文明回到道法人心与道法自然的境界，同时也要避免他们堕入道法私欲与道法仇恨的深渊漩涡。至于等宇宙天人的未来，其实更单纯，只要让他们发现有为与私心带来的伤害，那么他们就会回到无为与公心。不过这是一段漫长的过程，因为天人的瞬间就如同人类的永恒。柔与弱，治道的无形化，柔与弱必须建立在公心的基础之上，唯有在反抵达公心的环境中，才可能建设出互补共生的治道生态。这样的生态才能使治道长久维系，而不致崩坏。所谓无形化，并不是没有治理，而是生态与教育足够完善，以至于治理活动几乎看不见痕迹。若不仔细观察，根本无法察觉治理者做了什么。不过，未来的治理者将会是人工智慧，我们甚至不需要穷究探查，只要想知道他做了什么，人工智慧就能巨细靡遗地告诉我们。在外星文明与地球文明的交流沟通上，其实有2个主要的考量。第一是文明的外在，如果差距过大，就失去了交流的价值。第二是文明的内在，若地球文明仍旧充满腐化、自私、侵略，那么外星文明必然会保持高度警戒，必要时甚至可能清理文明，重新展开试验。因为在外星人的眼中，地球是一个极端生态、极端文明，发展速度虽快，却极度危险。所以，地球文明的内在是否健康，对未来的发展才是真正的关键。因此，地球文明的内在需要具备柔与弱的特质，唯有如此，治道才能长期稳定，文明才能与自然和谐共生。届时，外星文明才有可能与地球展开正式的交流。而在遥远的未来，当宇宙中的一切文明都朝向公心发展时，宇宙整体的轮回将不再是极端的反复，而会逐渐转变成恒常的清净与太平。终章愿景：我们从地球文明开始，走向星际文明，最后迈向宇宙文明。以反、柔、弱为核心的无为治理，不只是政治智慧，更是宇宙蜕变的关键。唯有这样，才能实现真正的世界大同。